今天的内容绝对会让你大跌眼镜，甚至颠覆你这几十年来深信不疑的养生观念。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种极度让人崩溃的场景？也就是你天天在便利商店的货架前犹豫半天，最后强忍着饥饿，拿了那种标榜低卡、无油甚至无调味的健康水煮餐盒。你以为这样吃是在给身体减负，结果每年去医院体检抽血的时候，报告一拿到手，胆固醇那个栏位依然是红字一大片。你千万不要再每天晚上对着那份健检报告唉声叹气了，也不要再去怪罪你昨天中午实在忍不住而多吃的那一口控肉。我今天必须非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一个反常识暴击，你以为的养生其实在伤身，你害怕的毒药其实正是解药。真正让你血管塞住、指标狂飙的元凶，根本不是那块无辜的猪肉，而是你每天早上雷打不动，觉得既时尚又提神的那一杯冰美式，再搭配上一颗所谓的健康全麦面包，还有你每天离不开的那些精致糖类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的脑子可能已经开始打结了。其实咱们台湾最近的食安环境真的非常不太平，可以说是危机四伏。就在前阵子，大家最信任，每天炒菜都要倒上大半锅的大豆沙拉油，居然被检出含有严重超标的1级致癌物，也就是让人闻之色变的苯并芘。这个新闻一播出来，整个台北的外食族，还有那些每天在厨房辛苦做饭的妈妈们和阿嬷们，可以说是全部都炸锅了。大家开始在网络上疯狂讨论一个两难困境。既然现在的植物油这么不安全，科技越发达，化学添加物反而越多，那我们是不是干脆回归传统，用回以前阿嬷那个年代最爱的猪油，自己买肥肉回家炸，这样是不是就安全健康多了呢？但是大家心里的这个念头才刚冒出来，马上又会有另一派自诩科学、懂养生的人跳出来，用那种近乎恐吓的严厉语气警告你，说你是不是疯了？猪油里面全都是饱和脂肪，你要是天天吃这种东西，保准你的血管在半年内全部塞得死死的，让你的胆固醇狂飙，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的风险直接拉到最满。听到这种完全相反的说法，大家是不是都陷入了极度的迷茫？ A 不行， B 也不行，植物油有致癌物，猪油又会塞血管，那我们到底还要吃什么油？难道只能喝西北风吗？为了解开这个死结，我们现在就来抽丝剥茧地拆解一下背后的底层逻辑。我们先来做一个历史对比，为什么以前阿嬷那个年代，天天吃猪油炒菜，不仅菜香得不得了，身体还硬朗的可以去爬阳明山，血管也完全不会塞住呢？大家要明白一个极其关键的变量，那就是时代变了，我们的生活形态彻底改变了。以前的社会，大家一整天都在劳作、下田、种地，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通勤，一整天的运动量和体力消耗大得惊人，而且那个年代食物非常匮乏，大家经常连饭都吃不饱，根本没有现在满街都是的手摇饮料店，也没有精致的下午茶和便利商店里的各种甜点。在那种身体长期处于能量匮乏，甚至有点营养不良的年代，猪油这种极高热量、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，简直就是完美的能量来源。它极其稳定，可以快速给身体提供燃料，支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，所以阿嬷吃下去的猪油瞬间就被身体代谢燃烧掉了，根本不可能堆积在血管里。但是你把场景拉回到我们现在的台北生活，你看看现在满街的上班族，每天早上搭捷运或者公车，到了办公室就往办公椅上一瘫，面对电脑屏幕一坐就是8-9个小时，可以说是极度缺乏运动的久坐族。到了中午，随便点一个外送便当，里面的白米饭堆得像小山一样高，下午肚子稍微饿了一点，还要跟同事一起团购，点一杯微糖或半糖的珍珠奶茶，再配上一包苏打饼干，美其名曰补充热量。下班之后累得跟狗一样，谁还有精力去重训或慢跑？绝对是直接回家躺在沙发上疯狂滑手机。如果你也是这种生活形态，那么你的身体每天都在面临极其严重的能量过剩。如果把你的代谢系统比作高架桥，那你体内的代谢马路早就已经像早高峰的建国高架桥一样，塞车塞得动弹不得了。在代谢系统已经濒临崩溃，全身都在慢性发炎的情况下，你如果还要天天去吃高热量、高饱和脂肪的猪油，那就等于是在已经塞死的马路上，拼命把一辆又一辆满载货物的砂石车开上去，结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直接大爆炸，血糖升高、肥胖，
高血脂全部找上门。所以，医学原理其实非常直白，身体每一次的指标异常，其实都是一种求救和自救行为。它在警告你马路已经塞住了，你不能再硬塞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提供几个保姆级的实操解决方案，教你用极低成本的方法把健康吃回来。首先，第一步是生活方式的调整，特别是厨房里的烹饪技巧。我极力推荐大家学习水炒法。台湾很多人炒菜有个非常致命的坏习惯，那就是一定要等到锅子里的油开始冒白烟了，才把葱蒜或者肉丝丢下去爆香，觉得这样才有烟火气。但我告诉你，只要油一冒烟，油脂就开始高温裂解，不仅化学结构改变，还会产生超高浓度的致癌物苯并芘。很多不抽烟的家庭主妇得肺癌，就是因为每天吸入这种高温裂解的毒烟。水炒法极其简单，锅子里先不要放油，先加半碗水，开火把水烧开，然后把洗好的青菜丢进沸水里煮熟，等到菜要起锅之前，关火或者转到最小火，再淋上意式你准备好的优质植物油或者猪油，拌一拌就可以直接装盘了。这种做法巧妙利用了水在常压下沸点只有100度的物理特性，绝对能把温度控制在100度内，完美避开致癌物和导致皮肤老化、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。另外，绝对严禁使用回锅油，反复加热的油里面充满了自由基和氧化致癌物，这绝对是生活中的一大禁忌。除了调整烹饪方法，对于那些天天只能在外面吃便当，根本避不开坏油的外食族，我推荐大家补充天然解毒剂和食疗法。第一款我要介绍的平价排毒神油叫做紫苏油，它含有极高浓度的阿尔法亚麻酸，在医学研究中发现，它可以有效消除苯并芘对我们人体 DNA 和细胞结构的干扰，简直就像是给细胞穿上了一件超强的防弹衣。但是紫苏油有一个绝对不能违背的食用禁忌，那就是它极其不耐高温，发烟点非常低，一旦加热超过100度，里面所有珍贵的抗氧化成分会瞬间死光光，所以只能在菜起锅后或者汤煮好后淋上去吃。如果买不到紫苏油，去中药房买新鲜的紫苏叶，用热水冲泡当茶喝，也能起到保护 DNA 的绝佳效果。第二个超级保肝食物，就是随处可见、便宜到爆的十字花科蔬菜，比如自助餐店最常见的高丽菜、花椰菜、白萝卜等等。这些蔬菜富含硫配糖体，吃下肚后能极大的活化肝脏的第二阶段解毒酵素。你要知道，苯并芘这种致癌物是脂溶性的，会死死粘在脂肪上排不出去，而十字花科蔬菜就像是最强助推器，能帮肝脏把这些脂溶性毒素转化成水溶性，让它们顺着尿液和汗水轻松排出体外。此外，我还推荐药食同源的姜黄，每天摄取1-2公克姜黄粉能强效抗发炎。还有中药材里的地榆，含有丰富的鞣花酸，能中和致癌活性。但千万记得要去找合格的中医师把脉开药，不要自己乱抓乱吃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最震撼的深度方案环节，我们要用真实的门诊案例，彻底洗刷那些被冤枉的食物和生理指标的污名。在我的门诊里，曾经来过一位60岁的阿姨，被她女儿搀扶着进来，整个人形容枯槁，脸色暗沉，嘴唇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，头晕心悸，走几步路就喘，头发也掉得一塌糊涂。去大医院检查，心脏脑血管都没问题，我帮她把脉一看，这根本就是极其典型的严重缺铁性贫血。仔细一问，真相让人哭笑不得。原来这位阿姨脑波超弱，天天看网络上那些没有根据的健康谣言，说红肉是1级致癌物，吃多了会让胆固醇飙高，导致心肌梗塞。她吓得把红肉当成穿肠毒药，连一口猪肉牛肉都不敢碰，每天只吃烫青菜配五谷饭和豆腐，这就是鲜活的过犹不及的惨痛教训啊！植物性铁的吸收率低得可怜，阿姨的身体因为缺铁，根本无法制造红血球去输送氧气，全身细胞都在处于缺氧窒息的状态。我当时直接下令让她回家1周至少吃1-2次优质的牛腱肉或猪里脊肉，结果2个礼拜后她回诊，脸色红润，说话中气十足，连心悸的毛病都消失了。因为红肉里含有极其丰富且极易被人体吸收的血红素铁，只要你不是每天毫无节制的狂吃大排骨，它绝对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接下来我要进行今天的终极方案，也就是大家最害怕的胆固醇问题。
请大家竖起耳朵，你健检报告上的胆固醇偏高，绝对不是因为你昨天吃了一颗蛋黄或几片肉，因为你身体里的胆固醇有7、8成以上都是由你自己的肝脏疯狂制造出来的。肝脏可是全身体最聪明的化学工厂，它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去害你。其实，胆固醇在身体里的真实角色，根本就是去修补血管的救火消防员。当你的血管因为长期发炎、压力大或血糖过高而出现细小的伤口和破裂时，肝脏为了不让你大出血而死掉，就会紧急启动救援，疯狂制造胆固醇送到受伤的地方去把裂缝补起来。结果我们现代医学解剖时，看到硬化的血管壁上粘着胆固醇，就荒谬地认定胆固醇是血管硬化的凶手。这就像是每次火灾现场都有消防员在灭火，结果你这个外星人跑来一看，就断定是穿着消防服的人放的火，要把消防员全抓起来。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们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怪罪那个拼命救火的消防员，却完全放过了真正的纵火犯。这个让你血管不断发炎、受伤的真正恶魔，真正的元凶，根本不是肉和蛋，而是你每天吃进去的精制糖和高碳水化合物，每天喝的大冰奶，吃的手摇杯、白吐司、红豆饼，让你的血糖呈现云霄飞车式的暴涨，血管内皮细胞发生严重的糖化反应，变得像干燥的塑料管一样脆弱易破。你的血管在发炎求救，肝脏只能不断制造胆固醇去修补，结果你一看到报告红字，连肉都不敢吃了，肚子一饿又跑去吃更多的高热量淀粉和饼干，导致血管发炎更严重，胆固醇只能越降越高，陷入了一个极其悲惨的死循环。所以核心解法非常明确，只要你彻底戒除精制糖，多吃原型食物，控制血糖稳定，你的血管不再发炎，肝脏自然就会停止制造过多的胆固醇。听完今天这些充满力量的大实话，大家是不是觉得醍醐灌顶？在这个充斥着商业操弄和伪科学包装的时代，我真的极其同理大家的焦虑与不安，但我更呼吁大家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，不要轻易被那些贩卖焦虑的错误资讯给洗脑了。摆脱无知的恐惧才是健康的开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集彻底解答了你长久以来的健康迷思，拜托你一定要把这期内容用力转发出去，分享给那些因为害怕胆固醇而不敢吃肉的长辈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这绝对能够拯救你家人和朋友的血管与生命。最后，我想在结尾抛出一个问题，大家在留言区好好回想一下，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曾经为了追求所谓的健康，为了降低胆固醇，踩过哪些大坑，或者尝试过哪些现在看起来觉得极其荒谬可笑的饮食偏方呢？非常期待大家在评论区踊跃留言，分享你们的血泪史，让我们一起打破迷思，找回真正的健康。